你今晚抬头找猎户座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左肩上那颗偏红的亮星？为什么天文学家总把它叫做宇宙的定时炸弹？明明它离我们650光年，看起来人畜无害，为什么说它爆炸时的亮度会盖过满月，连白天都能清晰看到？更诡异的是，最近几年它的亮度忽明忽暗，难道是在给我们传递爆炸倒计时的信号？而令人恐惧的是，这颗星星离我们如此之近，以至于在夜晚抬头时，我们甚至可以用肉眼直接看到它。这颗星星的名字是参宿4。是的，它总有一天会变成超新星，但那是什么时候？是几个世纪后吗？还是几年后？或者比我们想象的要近得多？参宿4是沿着银河系倒计时的最著名的星星之一，它距离我们大约650光年。当我们在夜晚仰望天空时，它是最亮的物体之一，立即就能被注意到。实际上，它是如此的明亮，以至于它是夜空中最亮的10颗星星之一。找到它并不难，它位于猎户座的左肩上。如果你仔细观察，你会发现与周围的星星相比，参宿4明显更红。此外，它还剧烈的闪烁，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眨眼。这种颜色和行为不是偶然的。参宿4是一颗红超巨星，这类恒星质量中等，但体积大得离谱。打个比方，如果把参宿4放到太阳的位置，它的半径能直接伸到火星轨道之外，足足比太阳大900倍，但它的质量只比太阳重10倍。这意味着什么？简单说，就是它的密度极低，比地球的大气层还要稀薄，连自身引力都快 hold 不住这个庞大的结构了。正因为引力弱，参宿4的表面形成了巨大的对流单元，就像太阳上的米粒组织，但规模大了无数倍。热等离子体不断上升，冷却的物质又下沉，整个恒星表面活像一锅沸腾的红汤。你要是站在它表面看日落，天空全是暗红色，物质像海浪一样翻涌，连恒星本身都在引力的拉扯下微微颤抖。提到参宿4，所有人最关心的问题都是它何时会爆炸。其实超新星在银河系里并不常见，天文学家每年在其他星系能看到几百次，但银河系平均每100年才2至3次，所以明天就炸的概率极低。但不是零。超新星对地球的威胁，核心就俩字：距离。有意思的是，地球45亿年历史里可能已经被超新星光顾过好几次了。我们现在待的本地泡沫，就是1000到2000万年前一次超新星炸出来的星际空洞。250万年前的地质层里还检测到了超新星特有的铁六石和锰513同位素。那次爆炸离得够远，没造成大伤害。更悬的是，有科学家认为 1.3 万年前猛犸象灭绝可能和一次超新星引发的宇宙射线撞击有关。猛犸象牙齿里还发现了超高速铁微粒撞出的微观坑，速度正好和超新星喷发物匹配。那为什么我们还好好的？因为超新星的毁灭性是有条件的，就像核爆炸在1000公里外你没事，在你桌子上就完蛋。宇宙这个咖啡桌太大了，我们暂时还没靠近危险区，但参宿4的倒计时仍在继续。恒星爆炸可不是简单的老化过热，超新星是宇宙最残酷的力量。平衡被打破的瞬间，一边是原子压缩的阻力，一边是顽固的引力，这俩力量在恒星一生中互相制衡，一旦失衡，宇宙就会炸开锅。恒星炸成超新星有2条路，参宿4走的是第2条。第一条是 I 型超新星，又叫宇宙超载，通常发生在双星系统里，主角是白矮星。这种恒星是太阳这类恒星的残骸，密度高到一块方糖大小就有一辆汽车重，靠电子简并压力勉强对抗引力。如果它从伴星那里偷物质，平衡就会被打破，引力获胜后会触发连锁碳聚变，几秒内整个恒星的物质全聚变，释放的能量是1000万亿焦耳，也就是1后面跟45个零，直接把恒星炸得粉碎。物质以光速6%的速度飞出去，亮度是太阳的50亿倍，但这种光只能持续几周。而参宿4的命运是 U 型超新星，这是质量至少是太阳5倍的巨星专属结局。
它们不断烧氢变氦，靠聚变热对抗引力，氢烧完烧氦，再烧碳、氧、氖、硅，每一步聚变时间越来越短，能量越来越少，恒星也越胀越大，直到烧到铁。铁聚变不产生能量，内部压力瞬间消失，引力直接把核心压塌，外层被冲击波反弹出去，这就是2型超新星。爆炸后，恒星外层被抛向太空，核心会变成中子星或者黑洞。当然，超新星爆炸的威力足以毁灭世界，如果行星就在爆炸旁边，绝对没有生还可能，岩石变熔岩，大气被吹走，行星直接被剥离。幸好我们的太阳质量不够，永远不会炸成超新星。但要是太阳炸了，地球会直接被蒸发，表面温度是太阳的15倍，岩石都能沸腾，几周内地球物质就被抛向太空。不过宇宙从不按我们的直觉来，剑桥大学研究发现，超新星能摧毁15亿公里外的行星，这个距离是日地距离的100倍，行星会被抛去流浪，上面的生命直接冻成冰坨。真正的危险其实是辐射，超新星的光比整个星系还亮，直视会失明，但更致命的是它会剥离行星大气，臭氧层消失后，紫外线和宇宙射线直射地表，浮游植物死了，食物链崩溃，大规模灭绝就开始了。科学家把死亡区定在25光年，在这个范围内才会真的遭殃。猛犸象那次如果真和超新星有关，爆炸点在250光年外，已经算极其倒霉了。但别担心，参宿4它离我们650光年，远在安全区外，爆炸时我们只会看到历史上最亮的天文事件，世界不会有事。太阳的日球层会帮我们挡住冲击波，附近的超新星候选者，比如新宿2，也都在400光年外，326光年内的13000颗白矮星也都没到爆炸的时候。总之，超新星虽可怕，但宇宙的咖啡桌太大了。你觉得如果参宿4爆炸那天，我们会集体抬头见证这场宇宙奇观吗？对地球来说，参宿4爆炸没危险，但那景象绝对震撼到窒息。它会亮得像满月一样照亮夜空，甚至白天都能看到。想想看，人类历史上能亲眼目睹银河系的超新星，不仅是视觉盛宴，更是解锁超新星形成秘密的绝佳机会。但参宿4到底什么时候炸？天文学家说近期，但这个近期是天文时间尺度，可能是明年、10年，也可能是10万年。有研究说，如果参宿4的半径比之前估计的大，那它可能几十年内就炸，我们说不定有生之年能见证。但参宿4特别任性，它的亮度忽明忽暗，有几百天甚至2170天的周期，谁也说不清哪个是主周期。比如2009年它的半径突然缩小 15%，2019年底更是暗了2/3。当时所有人都以为它要炸了，结果宇宙给我们开了个玩笑。哈勃望远镜数据显示，2019年9月参宿4喷了一堆超热物质，里面的碳冷却后变成了尘埃，云正好挡在我们和它之间，所以它不是真暗了，是被挡住脸了。2020年4月它又亮了回来，尘埃云要么散了，要么移走了。这次事件直接点燃了天文学家对参宿4的兴趣，还引出了一个惊人发现：参宿4的亮度变化不全是它自己闹脾气，至少有一个周期背后有更有趣的原因。100年来，天文学家一直在问，参宿4是孤独的吗？它会不会是双星系统的一员？找答案太难了，因为参宿4表面像沸腾的海洋，亮度本身就乱跳，根本分不清是不是有个小伴星在捣乱。2019年变暗事件后，2个独立研究团队得出了相同结论，那个2170天的神秘亮度周期，用参宿4单星无法解释，只有一个可能，它有个小伴星。研究人员给这个伴星起了个外号叫 Battle Body， 官方名是 Vara， 直接看不到它。科学家就看参宿4的微小运动，发现它在天空中有规律的摆动，就像有东西拉着它晃，而且摆动和它变暗的时间完美吻合。
这就是双星系统的典型标志。据估计，这个伴星质量和太阳差不多，轨道比地球绕太阳的轨道还短，个头小，温度低，但影响巨大。后来夏威夷的双子座北望远镜用 8.1 米镜子和散斑成像仪，在伴星最远的位置看到了它的模糊影像，比参宿4强6倍，位置正好符合预测，但还不是100%确定，要等2027年它再次到最远位置才能确认。不过这个发现有个坏消息，如果2170天的周期是伴星引起的，那参宿4走向超新星的时间可能比我们想的长，说不定我们有生之年看不到它炸了。但对这个小伴星来说，参宿4爆炸那天，它会在死亡区中央结束亿万年的宇宙之舞。参宿4不只是个要炸的恒星，更是宇宙给我们讲的一个持续的故事。要精准预测参宿4爆炸时间太难了，因为它的行为太诡异。比如阿塔卡马大型毫米波、亚毫米波阵列望远镜测出，它每20年转一圈，表面速度每秒5公里，是地球自转速度的10倍。这对红超巨星来说几乎挑战了物理定律。我们怎么知道它在转？直接看肯定不行。参宿4离我们650光年，视直径比木星小1000倍，最强大的望远镜看它也是个模糊的点。幸好有多普勒效应，就是救护车警笛靠近时变尖锐，远离时变低沉的原理。这个效应也适用于光，物体靠近时光偏蓝，远离时偏红。恒星旋转时，一半面向我们，一半远离我们，光就会出现颜色梯度，望远镜能测出这个梯度，算出旋转速度。但根据恒星物理学，恒星越大越重，转得应该越慢。比如太阳如果膨胀到参宿4的大小，转速会降到每秒 0.2 米，就像溜冰者张开手臂会减速一样。但参宿4却每秒转5公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有人说参宿4可能通过恒星潮汐撕裂偷了伴星的角动量，它把伴星的气体一层一层剥掉，只留下核心，而这些气体带来了伴星的角动量，让它转得飞快。但中欧联合研究团队提出了更颠覆的结论，这个高速旋转可能是个宇宙错觉，因为阿塔卡马望远镜拍的参宿4图像太模糊了，而参宿4的表面像沸腾的水，巨大的气泡以每秒30公里的速度喷来喷去，这些气泡有的靠近我们，有的远离，光也会偏蓝或偏红，看起来就像恒星在旋转。模拟显示 90% 的情况下，这些湍流气泡的颜色变化在模糊的图像里会被误认为是旋转的颜色梯度。现在天文学家的目标很明确，用更高分辨率的图像区分这两种情况。好消息是，阿塔卡马望远镜已经拍了更长曝光的清晰图像。坏消息是，分析这些数据可能要几年。参宿4到底是吞噬了伴星的高速旋转怪物，还是表面湍流造成的错觉？答案正在路上。参宿4就像宇宙给人类留的活实验室，它的每一个未解之谜都在帮我们拼凑恒星演化的终极拼图，让我们更懂宇宙的生死循环。关注我，带你持续追踪参宿4的最新研究进展。下次想看宇宙硬核干货的时候，就能第一时间找到我。别忘了点赞加收藏。